位港大同學，大家好，我係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鄭海瑩。嚟緊11月3號就係美國總統大選嘅日子，我哋一齊嚟睇下美國嘅選舉制度啦。我哋有幸邀請到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去同我哋講解一下美國總統嘅選舉制度，同埋分析呢一次選舉對於香港嘅影響。大家好，我係李詠怡，係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嘅教授。我自己嘅研究興趣咧就係喺比較政治同埋公共行政。咁呢個學期咧，我係會教授一科香港政治。下學期咧，我係教一個民主化嘅科目。美國總統嘅選舉咧，實際上係一個所謂間接選舉。咁間接選舉同直接選舉最大嘅分別咧，就係直接選舉咧就係由選民一人一票咧，就係去投佢哋心目中嘅想要嘅候選人。咁就即係根據個選舉制度咧，就係去即係決定嗰個嘅邊一個候選人咧係勝出嘅。咁喺間接選舉裏邊咧，嗰啲嘅選民咧，其實咧就唔係去直接投票選嗰個總統，而佢哋咧係去投票選一啲所謂選舉人嘅。咁美國全國嘅選舉500幾個選舉人咧，係會組成一個所謂即係選舉嘅委員會。咁咧就係由呢500幾個選舉人咧，係再次咧係投票選出嘅總統嘅。咁現時美國咧係有50個州啦，再加埋佢嘅首都華盛頓呢個區咧，咁就一共有全國有538張選舉人票嘅。咁每個州咧就會按住佢哋嘅人口嘅即係多少咧，就係會獲分配若干張選舉人票嘅。咁喺美國嘅選舉制度裏邊咧，大部分嘅州咧都會依據一個叫做簡單多數勝者全取嘅原則咧，去決定咧係邊一個候選人勝出嘅。換句話講，現時嘅總統候選人，舉例佢喺一個州裏邊如果呢一個候選人甲獲得最多票數嘅話咧，咁候選人甲咧就可以攞晒嗰個州所分配到嘅選舉人票嘅。咁喺美國嗰度咧，全國而家有538張選舉人票，就即係話咧，任何一個候選人如果能夠獲得270張選舉人票咧，就即係啱啱過半數嘅話咧，咁呢一位候選人咧就可以啦，係基本上就即係大家嘅即係嘅認知咧，就係佢會係成為嗰個下一任嘅美國總統。咁如果遇到一個即係相當罕有咁，但係都係理論上有可能出現嘅情況咧，就係538張選舉人票就啱啱平均分咗就269對269嘅話咧，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即係話打和，即係冇人攞到嗰個嘅270張嘅足夠270張嘅選舉人票嘅話咧，咁呢個總統嘅選舉咧就會係交由國會嘅眾議院咧係投票選出邊一位咧就係當下一任嘅總統嘅。咁即係其實喺美國咧，一直都係一個所謂即係兩黨制啦。咁即係話長期以嚟咧，無論係美國嘅國會啦，或者係總統咧，都係由美國嘅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咧係即係把持嘅。咁但係實際上咧，喺美國嘅總統選舉裏邊咧，佢嗰張嘅選票上邊咧係其實有其他嘅候選人嘅。咁譬如今次咧，其實美國嘅一個所謂綠黨啦，係有一個嘅候選人咧係出選嘅。咁另外喺美國有一個叫自由黨啦，Libertarian Party 咁亦都係有一個嘅候選人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呢個所謂綠黨或者自由黨嘅候選人咧，大家都相信佢哋係即係冇乜可能咧係勝出。咁所以大家嘅嗰個注意力咧，主要係集中咗喺共和民主兩黨嘅。咁共和民主兩黨啦，其實都各自有自己嘅所謂票倉嘅。咁譬如喺東西兩岸咧嘅州份咧，好多都係所謂傳統嘅民主黨嘅票倉啦。咁而共和黨嘅支持者就集中咗喺即係中西部啊。咁由於佢哋各自即係大家嘅嗰個票倉嚟講咧，嗰個選舉結果差唔多咧，都已經係冇乜嘢不確定性嘅。咁譬如加州長期以嚟咧都係民主黨勝出嘅，咁所以咧大家其實個競爭咧就集中咗喺一啲所謂搖擺州份啦。咁所謂搖擺州份就係話呢啲嘅州份咧喺過去咧
共和同埋民主兩黨咧都係有贏過嘅，咁所以咧就冇一個嘅政黨咧係有一個絕對嘅優勢，咁所以咧就即係話咁，所以先有得爭啊嘛。咁所以現時譬如一啲所謂好重要嘅搖擺州份，尤其是係即係佢選舉人票數比較多嘅咧，譬如係所謂佛羅里達州啊、Florida、Pennsylvania 呢個賓夕凡尼亞州啊、Ohio 俄亥俄州啊，咁呢啲就係而家嗰兩個候選人咧就係爭持得最激烈，咁亦都係佢哋而家喺嗰個所謂即係去到競選嘅時候咧，去到即係拉票啦，係即係都係最落力嘅地方嚟㗎。其實呢一個制度背後嘅嗰個原因咧，都係同歷史有關嘅。因為美國啦係1776年咧就係隨住呢個所謂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呢個獨立宣言咧就立國。咁喺人類嘅歷史上咧，咁美國就被視為一個係第一個現代嘅憲政主義嘅國家嚟嘅。咁喺當時大家都知道18世紀啦，咁美國係一個幅員非常之廣大嘅地方，咁人口即係分佈好廣啦，咁當時嘅交通亦都係非常之唔發達嘅，咁所以咧就係話如果要有一個代議式嘅民主，要啲選民去投票嘅話咧，實際上係好難咧係去安排啲選民咧係去投票站嗰度咧係投票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安排咗呢一個選舉人票選舉團嘅制度，咁即係話由個選民去到用間接選舉嘅方式選咗一啲嘅選舉人，由選舉人咧就於是係集大家嗰幾百個選舉人咧就集中喺埋一齊咧，就係去投票選總統嘅。咁時至今日，當然咧其實就即係其實喺今時今日嘅嗰個即係交通啊或者人口啊分佈嘅情況咧，的確係即係再冇實際上嘅需要咧，係即係用呢個所謂間接選舉嘅方式。咁但係因為呢個係即係佢嘅立國嘅歷史嘅時候已經係即係一個已經設計咗嘅一個咁嘅制度啦。咁所以係亦都係繼續嘅。咁事實上現時嘅所謂選舉人咧，佢哋亦都係會按住選民喺嗰個州裏邊即係投票嘅意願咧，係去到係投票嘅。咁所以即係嗰啲嘅選舉人咧，亦都冇話即係自己嘅嗰個即係自由嘅意志咧，去到咧就係去決定佢自己心目中想選邊個做即係總統嘅。我哋香港其實最近咧都好多人啦，同埋包括咗傳媒啊等等咧，係好關注呢個美國嘅大選。咁當然全世界都好關注美國嘅大選嘅，因為即係美國大選咧係會其中嘅大家都睇到係影響嘅就係話美國外交政策嘅取向啦。咁喺香港嚟講，當然大家即係比較關心咧就係嗰個所謂對華政策。咁現屆嘅政府喺特朗普嘅總統嘅領導底下，咁當然大家睇到啦，佢係採取咗一個對即係中國比較強硬嘅態度。咁呢個可以睇到，包括係喺佢嘅同呢個貿易嘅嗰個問題，中美貿易嘅問題啊，喺南海嘅問題啊，以至到香港嘅問題咧，都似乎係採取咗一啲比較強硬嘅立場嘅。咁喺今年咧，亦都係即係亦都係作咗一啲嘅政策嘅決定，係對香港有幾大嘅影響啦。咁呢個包括就係話即係取消咗香港嘅呢個獨立關稅嘅地位。咁另外一方，咁所以如果即係特朗普喺今次係勝出呢個選舉嘅話咧，咁大家嘅預期咧就係佢喺佢嘅嗰個領導底下啦，可能會係繼續即係呢一種咁嘅強硬嘅路線嘅。咁另一方面，另一個候選人拜登啦，其實佢都得好長時間咧喺美國係從政，咁佢亦都係好長時間喺美國嘅參議院嘅議員啦。咁喺奧巴馬做總統嘅時候咧，咁佢係即係身為呢個副總統啦，咁所以好多佢對即係對中國嘅政策啦，當然就係話佢係作為奧巴馬嘅副總統嘅時候，佢係跟隨咗奧巴馬所領導呢個政府底下嘅一啲嘅路線嘅。咁如果我哋睇翻佢當時嘅路線嘅話咧，就其實喺奧巴馬嘅時代咧，都已經有一個所謂即係佢叫做重返亞洲啦，或者係再次平衡呢個亞太嘅嗰一個咁樣嘅策略嘅。咁作為即係回應當時中國即係喺經濟上嘅崛起嘅。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奧巴馬嘅年代咧都係一個比較強調咧就係對話啦，同埋係希望咧就係即係話
即係要即係令到中國能夠參與國際社會啊，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大國嘅一個嘅即係盡佢作為一個大國嘅一個咁樣嘅責任嘅一個咁樣嘅取向嘅。咁有啲嘅睇法就認為，如果係即係拜登當選嘅話咧，可能佢係會回復返一個比較咧係強調對話嘅政策。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都要注意嘅咧，就係話其實喺近期，尤其是我諗係喺呢個新冠狀病毒流行之後咧，就會見到其實美國嘅現時嘅參眾兩院嘅議員啦，都係採取咗一個即係對中國比較強硬嘅態度。咁所以呢一啲嘅即係嘅背景啦，同埋氣氛咧，亦都係有可能影響到即係話，無論邊一個即係候選人當選嘅話咧，佢哋即係會左右到佢哋對即係中國政策嘅取向，咁以至到係佢哋對香港所採取嘅一啲嘅政策嘅。